这就是那相府千金林奇吗？平常看着挺好心的，没想到骨子里这么不守妇道。可不是嘛，不知羞耻的，还不知道怀了哪个野汉子的，真是活该。哟，这相府千金的身段，摸着还是不一样啊！大家快来看啊，快来看，这就是高高在上的相府夫人，就是她生出了这女儿啊！我好恨！如果不是我瞎了眼，错信了那个披着人皮的恶鬼，如果不是我倾尽全族之力去扶持那头白眼狼，我爹一生高风丽节，我娘温婉之礼，怎会落得如此惨死的下场？是我害了他们。义父，义母，都是苏苏没有，苏苏没有保护好你们，让你们被姐姐的丑事连累至此。苏苏给你们磕头了。谭苏苏，你这欺世盗名的毒妇！如果不是你刻意陷害，我怎么会被冤枉？我父母怎么会惨死？你竟还有脸来拜祭！苏苏，快起来，别伤了身子。这样龌龊无耻的家人，你还替他们考虑什么？你果真太善良了。殿下，既然姐姐已经受到了惩罚，还是把义父义母埋了吧，不然苏苏心里会难受的。新太子妃真是大义灭亲啊！这相府千金连给太子妃提鞋都不配，简直猪狗不如！恨，我好恨！这令人作呕的虚伪，我好恨！若有来生，定叫你们血债血偿！姐姐，求求您带我走吧！我没死，身上的剧痛全都不见了。这是什么声音？这声音，谭苏苏。姐姐，我一定会听话的，我不会吃相府很多饭的，只要姐姐收留我做个丫鬟就好。求求姐姐，求求姐姐！妓院，卖身。我想起来了，这是我第一次遇见谭苏苏的时候，她被她那不成器的舅舅卖到了京城妓院，在门口宁死不从，一头撞上了我的马车。小姐，你行行好，苏苏是好人家的女儿，宁死都不愿进这魔窟啊！如果小姐不救我，苏苏就只有死路一条了。真可怜，跟我回府吧，以后你就是我的干妹妹。前世的我就是被你这番唱作俱佳的鬼话蒙骗，把你带回相府引狼入室，但这一次，好可怜的姑娘，你靠前些，让我好好看看。上钩了，这相府千金果然是个蠢货。好啊，不是只有死路一条吗？那你就去死吧！真好，终于回来了。没有救上那头白眼狼，一切烟杂事都还没发生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小姐，您没事吧？我很好，从来没有这么好过。可是小姐，您刚刚当街把那姑娘踹飞，手段那么狠，别人背地里肯定会说您闲话的。哼，哦，是吗？我管他们说什么。前世的我，只要有时间就去施粥救济灾民，谁家没米下锅，谁家孩子病重，我相府从不吝啬。我自问对得起全天下人，可等我落难被游街时，第一个扑上来对我拳打脚踢、撕扯衣服的，正是这帮受过我恩惠的贱民。春杏，传我的命令，把我们在城外的粥厂立刻撤掉，所有失散的铺面通通封起来，从今天起不再对外开放半点物资。小姐，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自然是因为不久之后京城就要爆发恐怖的瘟疫。没有为什么，你立刻去办。爹娘，爹
哎呦，这孩子怎么是跑着回来的？也不怕摔着？琪儿别怕，娘来了！到时候摔疼了，又要哭着喊娘了。娘，我就是想你了嘛。娘，这辈子我一定不让您和爹受半点委屈。什么委屈不委屈的？不就出去逛了下街，怎么回来跟变了个人似的？管家，立刻抽调府中资金，大量购入木柴、粮米、腌肉，还有烈性白酒，把城里能收到的防瘟药材全部买空，填满后院的各大仓库。走，再取一笔钱，换成趁手的兵器，给府中可靠的家丁人手发一把，日夜巡逻，一只苍蝇也不许放进来。大小姐，这是要打仗吗？按我说的做。前世谭苏苏拿我相府的物资出去装好人，导致府中捉襟见肘，还把瘟疫带进了门。这一次我绝不会再心慈手软，我要守护我相府上下，丰衣足食地度过灾荒。有了这些，足够相府撑过即将到来的饥荒和瘟疫。爹娘，琪儿，快过来！我刚刚回来，经过醉春楼，救了一个可怜的姑娘回来，正好给我们琪儿做个伴。这小姑娘被打得没一块好肉了，还在哭着想要保全自己的贞洁呢。我看她品行不错，就给带回来了。大哥，前世他就是用这招勾引你，最后你惨死在他手里，连眼睛都没闭上。小姐，夫人，我只求一口饭吃，求求您让我留下吧，就当可怜一只小猫小狗，哪怕让我干最脏最累的活，我也会永远记得您的大恩大德。罢了罢了，既然如此，就把他留下吧。多谢娘，我就说咱家有菩萨心肠。只是这外面来历不明的人放在琪儿身边，到底不放心，就让他留在院子里做个粗使的洒扫丫鬟吧。竟让我做丫鬟？好，谢谢夫人。慢着，你刚刚说只要能留下，干最脏的活就好。怎么？方才这位苏苏小姐口口声声说愿意自力更生干最脏的活，原来只是骗我娘心软的假话。琪儿，苏苏乃是好人家的女儿，怎么能让她去干脏活呢？倘若传出去，别人也会觉得我们相府太过欺负人。大哥，你可知如今京城之外有些地方已经开始盛行瘟疫，这便有潜伏期。谭苏苏来历不明，谁知道她身上带没带疫病？如果她带病，整天在内院里打扫，岂不是会传染给全家？爹每日还要上朝，万一爹不知不觉染了病，再传给陛下，那可是诛九族的重罪。大哥，你承担得起吗？这事关全族性命，确实大意不得。既然这位谭苏苏自己都说了，为了有口饭吃，什么都愿意干，想必去倒夜香也是十分情愿的。是的，只要能留下来，苏苏愿意去倒夜香。前世的教训告诉我，与其把你放在外面搞风搞雨，不如把你拴在眼皮子底下，看着你一点点烂在泥里。哟，怎么是个小姑娘来清理夜香啊？这种粗活以前不都是大老粗干的吗？我是被大少爷带回来的，原本说好让我去洒扫院子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大小姐她非要……哦，原来是大小姐安排的啊！大小姐向来心善，她这么安排，想必是有她的深意。再说了，你本来就是过来做丫鬟的，洒扫丫鬟和倒夜香的区别也不大嘛。既然如此，你就好好的倒你的夜香吧。动作快点，别磨磨蹭蹭的，臭死老子了！林奇，你竟敢这样羞辱我！总有一天，我要让你生不如死！谭苏苏在府里四处倒苦水，想博同情。上一世我是将她当做干妹妹带回来的，大家当然对她无比客气。而这一世，她是以丫鬟的名义进府，干活之类的都是分内之事，自然不会有人再去同情她。这一世，她势必不再好过。春映，将所需的东西都再加大置办购买一轮，尤其是药材和粮食，
是小姐。但是小姐，您现在换这身形状是要去哪儿？去一趟春轩楼。小姐，您来春轩楼，这若是传出去了，别人恐怕会……怕什么？怕别人说我堂堂相府千金不知廉耻。春轩楼是整个京城最荒唐的地方，妓院、赌场，甚至南风馆，只要想得到的堕落之处，在这里都可以找得到。只有最堕落不堪、最荒淫无度的人才会来这里沉溺。小姐，这里太乱了，咱们还是回去吧。跟紧我。可我要找的就是这样一个荒唐之人。上辈子害死我的不止谭苏苏一个，要报复的自然也不止他一个。这位贵人，实在对不住，里面有客。哎呦，贵人您请。传闻中荒唐之极的六皇子宋林。六皇子，你愿不愿意和我做一个交易？林奇，传说中的七王妃，本王跟你有何交易可做？既然找到六皇子，自然是大买卖。哦，难道未来的太子妃对本王倒十分看好？这让宋琦知道了，难道不怕让他误会吗？当朝皇帝并非只有一个儿子，三皇子病弱，五皇子平庸，宋琦还只是七皇子，而眼前这位传说中荒淫无道的六皇子，其实才是一头装睡的狼。3个月前，京兆引大火，烧掉了账本；2个月前，江南盐税凭空消失；1个月前，陛下突发头疾。你到底是谁？这双手来得又快又猛，他的力道告诉我，他是真的动了杀心。但我知道，他一定不会掐死我。他一定会站我这边。小姐，刚刚真的太吓人了，差一点就会被杀了。无妨，没有了我的支持，不知道宋清这朵温室娇花还能不能在宋林这匹狐狸的撕咬下活下来。宋琦，这么晚了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真没想到，竟然撞到了这一世谭苏苏和宋琦的相遇。齐哥哥，没想到竟然在这里见到了你。自从10年前在听竹居一别，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苏苏，竟然是你！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不是应该在听竹居吗？怎么会这样？他难道不应该心疼的抱住我吗？怎么还站得那么远？齐哥哥，自从10年前那次落水救了你，我就患了身弱之症，爹娘不肯帮我治，我便只能在家做些粗活，这身上的夜香味也是被逼着染上的。自从前2年娘死了，舅你舅舅怎么了？就让人把我卖给妓院。这楚楚可怜的做派，配上这身稻叶香的行头，真是一出绝佳的戏码。宋琦，我倒要看看你这高高在上的皇子，是不是真的能屈尊降贵去抱一团夜香。他怎么可以这样？他既然是你的舅舅，即便要饿死，也应当护着你这个侄女才对。这种卖身求荣的行径，简直猪狗不如！齐哥哥，我真的好怕。你放心，既然遇到了，必不会再让你受这般苦楚。齐哥哥，你要带我走吗？宋琦这个人，我最是知情，在皇后的羽翼下长大，性格优柔寡断，从没吃过苦，万事还喜欢站在道德制高点上。你到了相府，索性也别做丫鬟了。真的吗？相府家大业大，不差你这一口饭。这样吧，我让林奇收你做义。七皇子殿下，你怎么来了？琪儿，你回来了。母后让我来给你花朝节的帖子，有几日不见你了，我很想你。再看到这张虚伪的脸，我心中只有无比恶心。琪儿，他是我的救命恩人，
年幼时我曾流落乡间，便是那个时候被他搭救。没想到他现在却在相府里做丫鬟。哦，是吗？那可真是太巧了。没想到我们相府的下人和殿下竟有这样的缘分。他为我受了不少苦，我想应该要好好照顾他。不若琪儿你便拿出银子，替我认个。既然是殿下的救命恩人，再做丫鬟自然不合适。来人啊！谭小姐是贵客，怎能还做稻叶香这种污秽之事？还不赶紧好生款待了，让七殿下带回宫里去。这怎么行？我怎么能把这来历不明的人带回宫里去？不，琪儿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觉得宫中规矩森严，怕他不适应罢了。你只是自私，惯会慷他人之告，只担心自己的名声和利益受牵连。哦，殿下不打算带回去？既然如此，那便让谭小姐回自己家安置吧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七哥哥，我不能回去。我家中那狠心的舅舅早就在外头欠了赌债，扬言要把我卖去那种安撒地方抵债。苏苏如今已经是无家可归了。哎呀，竟然是这样啊，那真是太可怜了。那便只能劳烦殿下安排了，让谭小姐住在外面的宅子里吧。殿下肯定不舍得恩人流落街头的，对吧？我哪会这些？我不懂外头租房买院的营生啊。琪儿，你是知道的，我手里并无多余的银钱。我自然知道，梁妃好面子，凡事讲究排场。可皇子和妃嫔的俸禄少得可怜，这么多年全靠我相府在背后出钱出力，才保住了你宋琦的荣光。本殿下赏你们的。这可怎么办是好呀？总不至于让您的救命恩人继续在我家当个稻叶香的丫鬟吧？还是说殿下真忍心让他露宿街头啊？我自然会想办法安置他，不劳琪儿费心了。七哥哥，这就是你要安置我的地方吗？苏苏，你先委屈一下，我流落乡间的事不能张扬，你这救命恩人的身份暂时无法公开。七哥哥，我不怕吃苦，只要能待在你身边就好。好了，别哭了，过几日便是花朝节，我答应你，想办法带你一起去见见世面，如何？春杏，去传话，小姐有何吩咐？传下去。就说本小姐要将手中可盗用的钱财全部取出，兴办女坊，并将大批物资捐赠边疆。女坊？小姐，您这是为何呀？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散尽家财？自然是让全京城的人都知道，我林琦没钱了。宋琦、梁妃，这一世我都要看看没有我的真金白银给你们垫底，这花朝节你们怎么撑得起排场？林大小姐不是散尽家财了吗？怎么还把粮食药材都摆出来了？听说是开女坊，专门收留无家可归的女子，还给穷苦百姓义诊施药。这才是真正的相府风骨啊！进了女房，便不是无依无靠之人。会识字的教账目，会医术的学药理，会针线的做棉衣，没人再拿你们当货物买卖。多谢林小姐救命之恩。不用跪，人活着最不该先学会的就是跪。前世我救人救得糊涂，钱财散出去，却被奸人拿去邀名买玉。这一次，每一粒粮，每一包药，都要用在真正需要的人身上。林小姐大恩，女坊上下铭记于心。您只要一句话，属下赴汤蹈火。我要的不是你们赴汤蹈火，是你们活下来，也让更多人活下来。京城外的春熙、青石、南湾3处地势低洼，一旦连日暴雨，最先遭殃。还有城西贫民坊，屋舍密集，若瘟疫起，必定蔓延极快。小姐，您是说会有大灾？我只是防患于未然。第一，按市价收购药材，不许哄抬，不许逼卖。凡从药农手里收来的药，全部登记姓名、数量、价钱。第二，女坊设3处平价药棚，贫苦百姓凭户籍领药，不收银钱。寻常百姓按成本价取药，富户若想取药，需往一仓捐粮。第三，
购买沙袋、麻绳、木板，全部送到城防衙门备案，盖官印，任何人不得私自挪用。小姐，这是要把相府的钱全压在百姓身上，钱财没了还能再赚，人命没了就什么都没了。我恨宋琦，恨谭苏苏，却不能因此变成和他们一样的人。我要复仇，但我也要让爹娘知道，他们教出来的女儿没有辱没相府门风。林姑娘，梁妃娘娘有请，说是花朝节将近，有要事同您商议。小姐，怕是又来要银子的。去，正好让他知道相府的钱已经有了更该去的地方。臣女见过梁妃娘娘。琪儿，怎么许久不来宫里了？本宫还以为你同琪儿闹别扭了。臣女近来忙于女房与义仓，确实分身乏术。女房，那些无依无靠的女子，给她们一口饭吃也就是了，哪里值得你费这么多心思？在娘娘眼中，她们只值一口饭，可在臣女眼中，她们也是大臣子民。花朝节乃万国来朝的大事，本宫手头事情多，宫中库房又周转不开，不如这次还是像从前一样，帮本宫分担分担。这是何物？女坊善账，臣女已将名下可动用银钱大半用于义仓、药棚、防疫与抚吮。账册一式3份，一份留相府，一份送京兆府备案，还有一份准备呈给陛下过目。若娘娘筹办花朝节缺银，臣女自然也可出力。只是这笔钱若从义仓中挪出，便要在账册上写明梁妃娘娘为办国宴，暂借救灾影响。你这是拿陛下来压本宫。臣女不敢，臣女只是怕日后若真有灾情，百姓问起药棚为何无药，义操为何无粮，臣女担不起这个罪名。你想拿相府的钱装点人面，可以，只要你敢在天下人面前承认，你的排场比百姓性命更要紧。小姐，梁妃娘娘刚刚脸都绿了。她不是没钱，她只是舍不得自己的体面。那花朝节怎么办？她若肯从简，便不会出大错；她若为了排场动歪心思，自会自食恶果。大小姐，是谭苏苏，她为了花朝节的衣裳在大厅里闹起来了。她不是被七皇子安置在外宅了吗？怎么还有脸回来？有些人只要没占到便宜，就会觉得全天下都亏欠他。姐姐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可我要去花朝节，怎能穿这种衣服？这衣服不是我送的。不是你？想必是七殿下亲自为你准备的。既是殿下心意，妹妹为何如此嫌弃？亲哥哥竟让我穿这种破衣服！况且梁妃娘娘如今提倡节俭，妹妹若穿的素净些，旁人只会夸你懂事。可是花朝节上贵人那么多，我穿成这样，岂不是让人看清？真正的贵气，从来不靠衣裳堆出来。更何况，如今京外疫病苗头渐起，女坊上下都在赶制棉衣、整理药材。妹妹若真有心，不如少置办一套华服，多给灾民添几床被褥。我自然也是心疼百姓的。那便好。春杏，把女坊的捐册拿来，请谭小姐也留个名。我忽然想起，七殿下还在等我，我先走了。一提捐银，跑得比兔子还快。他不会甘心的。这是什么？回谭小姐，这是大小姐原本为花朝节准备的礼服。哎呦，老身肚子疼得厉害，劳烦谭小姐帮忙送去大小姐府中。凭什么？凭什么林奇永远有最好的东西？我不过拿回本该属于我的一切。小姐，您明知他会偷，为何还让嬷嬷把衣服给他？若只是为了让他出丑，会不会让人觉得小姐太狠？这件衣服不是普通礼服，它原是我母亲年轻时所穿。前几日我已决定将它捐给女方义卖，所得银两全部用于药棚。所以谭苏苏偷的不只是您的衣服，是救灾义卖之物。她可以嫌贫爱富，可以贪慕虚荣，但她若连救命的钱都敢偷，就该让所有人看清她的真面目。属下明白了，明日义卖名单我会提前贴出去，让众人都知道这件华服的用途。不要添油加醋，只写事实，真相本身就足够让他无处遁形。
琪儿，你动用了这么多钱粮，为何不早些父亲商量？女儿怕父亲心疼银钱，更怕来不及。来不及什么？父亲可还记得，前些日子御史台呈过几份外州议评奏报，还有公布河堤年久失修的折子。你是担心瘟疫与水患会一起爆发？不是担心，是必须提前防。我林家祖训，富贵不忘济世。琪儿，你做得对。前世我连累父亲母亲背上污名，这一世我要让天下人都知道，相府从不是祸国之家。明日早朝，我会将这份善账呈给陛下。若真有灾情，相府愿协助朝廷赈灾。女儿还有一事相求。说。请父亲盯紧工部防汛仓库，沙袋、木板、生石灰，缺一件都可能要人命。你怀疑有人会动防汛物资？人一旦急着翻身，什么救命东西都敢卖。明日花钞节，所有人都会看见我。母妃说花钞节用度不足，让我想办法，偏偏林奇那边又拿什么善账堵住了口子。齐哥哥，林珂就是故意的，他明明有钱，却宁愿拿去给那些贱民施药，也不肯帮你。他从前不是这样的，他如今就是仗着相府名声，要踩着你和梁妃娘娘出风头。若明日他在陛下面前得了夸赞，你怎么办？真的不要钱？林小姐说了，贫苦人家不急银钱，若日后有余力，来药棚帮忙烧水搬柴便是。小姐，药材按您的吩咐，全部成本入账，没有一文私利。只是这样下去，银钱耗得极快，耗得快，说明用在了人命上，值。小姐，您名下的庄子田铺已经抵出去不少了，田铺可以再赎回来，百姓若死了，就回不来。小姐，按您的图纸，7处高地都已搭好棚屋，若真有水患，至少能安置上千人。优先转移老人、孩子、孕妇、病患。你倒是舍得，旁人得知灾情，只会想着囤货牟利，你却把能赚钱的东西全拿去救人。救人不是亏本买卖。哦，这话倒新鲜。人心稳，京城才不会乱；京城不乱，朝局才有机会看清谁是只会吸血的废物。你说的是宋琦？花朝国后，他必定急着挽回圣心。若有人给他一条捷径，他一定会走。什么捷径？那里。防汛建材。我已经请父亲奏请朝廷，将各处防汛物资重新登记造册。但若有人胆大包天，仍敢偷卖救命物资，那就不是我陷害的，是他自己把刀架在了百姓脖子上。属下已经安排人暗中盯住工部仓库，一旦有人转运物资，立刻记下车马、去向和经手官员。记住，只盯不拦。小姐，为何不直接拦下？拦下一次，他还会有第二次。只有让陛下和满朝文武亲眼看见，他为了翻身，连百姓生路都敢卖，宋琦才再无翻身可能。你救百姓，也杀敌人。林奇，你这盘棋下得比本王想象中更稳。不是棋，是人命。传令下去，明日一早，女坊药棚全部开棚，高地安置点备热粥，防汛沙袋送往城门。若暴雨不停，即刻转移百姓。是。万国来朝之际，竟爆发如此大规模的瘟疫，死伤无数。你作为负责监察的官员，竟然毫无察觉，犹如瞎子聋子。朕限你半个月内，必须把这场瘟疫平息掉，还大臣一个好形象，否则朕绝不轻饶。晴儿，晴儿，父皇生气了，发了雷霆之怒。他勒令我半个月内就要把瘟疫平息，你快帮我想想法子，快把相府的钱和人借给我。回殿下，小姐病了。晴儿生病了，在现在这个时候，怎么会？她早不病晚不病，怎么偏偏这个时候病？
殿下，小姐之前为了给您祈福，在冰冷的石板上跪了3天3夜，回来就病倒了。不管怎样，先让琪儿起来。相府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不管我呀！我若是倒了，他也讨不了好。小姐如今正烧得糊涂呢，尚且昏迷不醒，水米未进，恐怕是帮不了殿下您了。殿下，夜深路重，小姐依然高烧不退，昏迷不醒，您还是请回吧，莫要伤了龙体。该死！宋琦没有你相府帮忙，已经被父皇当朝怒斥，脸面丢尽了。他一没有银钱傍身，二没有可用之人，自己除了优柔寡持之外，也没什么计谋。这几天在家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，毫无头绪。不仅如此，另一边梁妃也发了大火，没有银钱办花朝节，她竟异想天开，想变卖宫中的御赐之物筹钱，结果被抓个正着，沦为整个宫廷的笑柄。他那苦心经营多年的清高人设，一夕之间崩塌了个彻底。怎么，看到曾经的未婚夫如此落魄，心疼了？现在你要收手，还来得及。心疼？我只是觉得这惩罚还远远不够。宋琦和梁妃作为陛下的心头爱，已经有多年盛宠。如果仅仅只是办不好差事，闹点宫廷笑话，还绝对做不到让陛下彻底放弃他们。听说最近有犯过重罪的官员，正四处求人无门，挥舞着大把的银币想找活路呢。六殿下，你便辛苦一趟，过去给他指条明路吧。如你所愿。这就是大成国的风度吗？我看这所谓的皇家盛宴，连我帮一个偏远村镇的忌讳都不如，莫不是贵国觉得我们好糊弄？前世我相府砸下真金白银，才保全花朝节体面。这一世没了相府的钱袋子，我倒要看看你们拿什么装点封面。这是什么情况？回皇上，臣妾只是想着一切从简，全当为国祈福。臣妾看最近京城瘟疫盛行，百姓民不聊生，所以才一切从简。蠢妇，这百般遮掩瘟疫，是为了保住大成颜面，已经当众抖出来。哦，瘟疫，民不聊生。既然梁妃娘娘如此体恤袭民，何不直接取消了这花朝节？办又办得寒寒酸酸，省又没省下什么开支。怎么？难道贵国的传统就是在国民危难之际抠抠搜搜的浪费钱，来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表面文章？琪儿，你素来聪慧，快帮母妃说句话呀！快想想办法替大臣解围。取消是失礼，是失德。从简设宴，既不慢待远客，也不忘灾民疾苦，这才是大国气度。诸位今日所饮之酒，所食之粮，皆取自今年新收，并非珍惜，却是百姓辛劳所得。大臣愿以此宴与诸位共念民生之重。不错，国之根本在民生，不在奢华。若真是如此，我等敬佩大臣陛下爱民之心。韩叔叔，韩小姐到。这位姑娘穿得如此金碧辉煌，莫不是贵国的哪位嫡出公主？这位大人谬赞了，民女并非公主，乃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农户女子。今日是因民女幼时曾救过七皇子殿下，殿下感念恩情，才特意邀请民女来赴这国宴的。齐哥哥，你看我这身打扮好看吗？沐猴而冠，真是精彩绝伦。好一个普通农户女子，好一个与民同苦。方才六皇子还说，因为体察百姓耕种之苦，所以宴席才设得如此清贫。结果呢？贵国一个最普通的农户女，都能穿得比我们国家的王后还要华贵100倍。看来刚刚贵国所说的一切感人肺腑之言，全都是糊弄我们这群外乡人的鬼话。大陈国既然如此不把我们放在眼里，这虚伪的宴席不吃也罢，我们走。父皇，儿臣不知他为何如此打扮。这一副是离奇的。他说的不错，这衣服原是我母亲旧物。你们听见了，是他的。但3日前，我已将此衣登记入女防疫卖册，所得银钱将用于添置防疫药材。谭苏苏未经允许私自取走，偷的不是我的衣服，是百姓的救命钱。
此册已在京兆府备案，华服编号、用途、估价皆写得清清楚楚。来人，拿下！不是我，是林奇害我，是他故意的。我给过你体面，是你自己伸手偷了不该偷的东西。琪儿，这次你一定要帮帮我。殿下言重了，臣女能帮上什么忙？父皇如今雷霆震怒，母妃也受了牵连，我在朝堂上已是举步维艰。你那么聪明，相府又有权有势，你一定有办法救我的，对不对？只要度过这次难关，我绝不会忘记你的恩情。我重生了，我回来了，我才是太子妃，我才是最后的赢家。他也回来了，那正好，让他带着前世的执念，亲眼看清这一世所有东西都不属于他。林奇，你等着，宋琦哥哥会重新做太子，我知道怎么救他。你所谓的救他，不过是把他推向更深的深渊。你懂什么？前世宋琦就是靠仙方复宠的。那张残方，前世早被太医判定有毒。齐哥哥，我有办法让你复宠。你？我知道一味药可以让陛下精神大振，只要你献给陛下，陛下一定会重新信任你。当真？当真？还有天山雪莲，使臣最想要这个。你若寻来，使臣也会替你说话。可我没有银钱。你是皇子，工部、户部总有能动的东西。殿下，这些沙袋木料都是防汛用的，若擅自动了，万一暴雨……现在京中是瘟疫，不是洪水。等本殿下复宠，自会补回来。小姐，宋琦动了工部防汛仓库，第一批物资已经运走。小姐，咱们要不要立刻拦？拦不住全部。宋琦拿的是皇子令，硬拦反会被他倒打一耙。我即刻入宫弹劾。女儿已经备好证据，车马去向、经授官员、商人落脚处一并呈上。那防水怎么办？打开相府和女坊备用仓，把我们自己的沙袋、木板、生石灰全部送去城门和伊洼坊去。可那是小姐留给相府自保的，相府的墙再高，也不能只护自己一家。琪儿，你去救人，朝堂上的刀，父亲替你挡。老人孩子先上车，病患不要淋雨，送到高地棚屋。林小姐，我们家里还有粮，舍不得。粮没了我赔你，人没了谁赔？小姐，城门那边说沙袋不够，把相府最后一批也送去。那相府怎么办？能多挡一处，就少死一户。父皇很快便会知道，本殿下才是最有办法的人。齐哥哥，我说过，你一定会赢。扫兴！沙袋，快拿沙袋堵门！仓库空了，工部仓库的沙袋被调走了。小姐，幸好您提前转移了他们。还是晚了，还有很多人没来得及救。若工部沙袋还在，伤亡本可以少很多。所以这一次，谁动了救命物资，谁就必须拿命来还。防汛仓库为何会空？谁给你们的胆子动救命物资？父皇，儿臣不知。是七公子殿下，是殿下拿皇子令强开仓库，将沙袋木料卖给外商。你胡说！陛下，这是女方暗卫所记车马出入时辰、物资数量、商人落脚处，以及工部批文副本，请陛下明察。宋琦，你为了买天山雪莲邀功，竟敢卖掉防汛物资！父皇，儿臣只是想替您分忧，儿臣没想到会下这么大的雨。你没想到？连其一个女子都想到了，她设药棚、建义仓、筑高地、备沙袋，救下数千百姓。你身为皇子，却为了邀功卖掉百姓活路。传旨，
七皇子宋琦匹夺职权，禁足府中等候发落。小姐，谭苏苏进了七皇子府，向宋琦献了一张药方，说能让陛下龙体好转。小姐，那方子有问题？有，那不是延寿方，是虎狼残方，短时能让人精神大振，实则是在透支元气。若病重之人服用，极易伤及根本。那我们怎么办？立刻让医女写明药性，送太医署备案，再请父亲明日早朝上奏。凡进献给陛下的药物，必须经太医署贺议，不得私自入宫。若宋琦不听呢，那就是他自己绕过国法，把罪证递到天下人面前。七殿下，陛下有旨，药物须先经太医署查验。这是本殿下以心头血炼成的小性之药，父皇龙体要紧，若耽误时机，你担得起吗？父皇，儿臣罪孽深重，不敢求您宽恕。可儿臣听闻您龙体不适，日夜难安，特寻得秘方，只求父皇康健。太医署那边，父皇，此药是儿臣一片孝心，若交给太医署，难免被人抢功推诿。儿臣只求父皇先服一碗。好，朕觉得精神好了许多。陛下是药毒入脏，气血逆乱，臣等回天乏术，不可能，那是延寿药。陛下服药前，臣女林琦已请太医署备案，明言此方不可入宫。七殿下绕过太医署，私自进药，证据俱在。是七殿下夜入偏殿，私自将药献给陛下。陛下驾崩！七皇子宋琦偷卖防汛物资，致水患伤亡，又私自进献毒药，致先帝驾崩，你可认罪？我没有弑君，我是被谭苏苏骗的，方子是他给我的。是你自己贪功，是你自己绕开太医署献药，你现在把罪推给我。若不是你献毒方，我怎会走到今日？若不是你想做太子，你会听我的吗？本宫什么都不知道，都是他们自作主张。梁妃娘娘受贿筹办花朝节，私下变卖御赐之物，证据也在这里。娘娘不必急着撇清，就是他偷卖防汛物资，害死那么多人，还有他偷救灾义买衣物，还献毒方，害死先帝。林琦，我曾经是真心喜欢过你的，你的真心从来只给你自己。林琦，是你抢了我的命！小姐，他到死都不知悔改，所以他才会走到这里。醒醒！前世的血债，到今日为止。林琦，瘟疫之时，你设药棚开义仓，救百姓于病困；水患之时，你筑高地吊沙袋，护万民于洪灾。弑君案中，你提前预警，保全证据，是奸佞无从脱罪。朕今日问你，你想要什么？封地。朕可以给你更高的位置。皇后。你有谋略，有人心，也有手腕。若你愿意站在朕身边，这天下会更稳。臣女不要后位。为何？臣女救灾、查案、复仇，不是为了再走进另一座宫墙。臣女想要封地，想要能护女子、护灾民、护一方百姓的名分。女子要封地，这前所未有啊！不代表不可有。瘟疫来时，女坊先开药棚；洪水来时，女子披索一般纱带。先帝暴毙时，也是这些被人看轻的女子替朝廷保下关键证据。既然女子也能救国，为何不能封侯？林琦听封，封林琦为镇南侯，时役南境3州，准开府建署，掌女坊救济署、南境义仓、防汛医署。遇灾荒病，可先行调粮调药，再奏朝廷。大臣自今日起立第一位女侯。镇南女侯林琦接印。臣林琦谢陛下隆恩，臣愿以此身护一方百姓，开女子立身之路。前世我困于情爱，死于背叛，今生我救该救的人，惩该惩的恶，走该走的路。从今日起，我是林琦，大臣第一位女侯。